我马上就要登上了我人生的巅峰的时候，医生告诉我们，我的妻子得了癌症。听到这个消息之后，好几天我都没有睡。这上面的风景看起来就是不一样啊，看多了就习惯了。因为得到了，所以就无所谓了。我这个发言稿你提我前妻干什么？你之前的稿子啊，写的都太生硬了。这次提感情呢，可以让蒋先生看起来更有魅力。以后蒋先生身边啊，还是需要有个得力的助手，像饶雨慈和白亮亮都不行，只有我。屋漏偏逢连夜雨。预知而来的另一个消息是，美国100年不遇的次贷危机，华尔街一片狼藉。我有几个做对冲基金的朋友相约去了天台，然后失业，妻子重病，当时的我就差一步，就步他们的后尘，从摩根斯丹利的顶楼一跃而下。就在我最痛苦、最绝望的时候，我遇到了我人生的伯乐，厉万成先生。厉先生在利森抉择向前的时候找到了我，要我领航利森，开启一个新的纪元。但是我犹豫了，因为我无法抛下病床上的妻子。也就是这个时候，我病重的妻子跟我说：“东周，回去吧，不要担心我，去寻找你的梦想，也是为了我。”接下来的故事你们都知道了。我们有了新的利森，但我却没能陪伴我的妻子走完她人生最后一程。利森的烦人，是来自一个普通女人的放弃。利森这艘大船即将向未来远航，我要带着妻子的遗志，为利先生和在座所有的股东带来更多更大的价值。最后，我想用我最喜欢的一个作家赫尔曼·梅尔维尔的《白鲸》里的一句话 ：“The best way to predict the future is to create it。”预测未来的最好形式是创造未来。哥，有信上吗？他妻子的这个故事，他几年前就给我讲了，于是我信了。我只信他能给我带来多少利益。点观众不迷路，大家好，我是小七。利森并购博思正式拉开帷幕。利森集团大举买入在香港上市的博思股票，没想到半路竟杀出个银宇科技，豪掷超10亿抢下6%的股份。银宇科技背后的股东冼鹏宇进入大众视野，而冼鹏宇的母亲正是软件集团的掌门人秦少南。
这次英宇科技的介入是否来自于新少南的手艺，引发各界人士猜测。你做得很好，但是这个股价还不够，还得加把火。奶奶放心，这件事情我一定办好。蒋先生，您找我？饶宇慈是不是已经出院了？我很长时间没有提到这个人了，你们是不是以为我把他给忘了？饶宇慈是出院了。那任总觉得他接下来会去哪儿呢？啊，我听说于培东前段时间去找了饶宇慈，具体说了什么？我想任总一定比我清楚吧。蒋先生，于经理和饶宇慈只是同事关系，我想他们俩见面也只不过是简单的同事之间互相关心罢了。3个月前，饶宇慈托孤般的离开。不过，他的这封辞职信我至今都没有拆开过。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笃定，他一定会回来的。像这样的人才，做事周全，对自己下属都这么狠，有谁不想要呢？不过任总啊，如果这样的人才落在对手手里，一定会是刺向我们利森的一把尖刀啊！现在并购到了最关键的时间点，我不希望有任何不安定的事情在这个时候发生，明白吗？明白，蒋先生。你好像瘦了，我刚出院。住院了还能减肥啊？给我安排几天呗。行。你别怪我啊。利森最近出了件大事儿，我没敢告诉你。过去3个月，一个一个上升的股票数字，蒋东朝跟疯了一样，他要全力收购公司。为了汇总资金，公司其他的项目全都让路，包括绿色建材，还有小世界。而且巧合的是，冼鹏宇也在这时候关停了美食界。银宇公司的招商办我去过好几次了，对方态度很强硬，就是不说关停美食界的真正原因。曹于总，我要跟你见一面。美食界被关停，请你给我一个解释。弄清楚了，银宇科技的注册地是冼鹏宇的一个商业楼，这个商业楼已经1年没有招租了，很可能是为了掩人耳目。银宇科技其他几个股东，其中一个叫做徐宁，另外几个都有保险业的家族背景，他们都是跟着冼鹏宇干的。这个徐宁的父亲跟您有交情，我觉得让他收手并不难。只是这个冼鹏宇会不会是新少南在背后指使？一群小混混。他们远见从来没有做过房地产相关的项目，
这个显鹏玉这么贸然的入手博思，是为什么呢？他们的目标不是博思啊，是我。各位亲朋好友，1年前，远见因为收购萤火航运，东海从市场募集基金，收购了大量的对赌协议。有个人作为东海的老同学兼好朋友，知道对赌的所有细节。他暗中利用熊市基金对萤火航运下手，致使远见并购失败。这个直接造成东海身亡的人，就是站在你们面前的蒋东潮。啊，雨慈啊，你不用担心我们真的挺好的。那暖暖爸爸呢？后面有个工地，他去帮工了。暖暖呢？现在我们2口子都顾不上他，只好把他送回乡下奶奶家去了。等寒暑假，我们再把他接过来。哦，你看，这是商业楼物业给所有的小吃街摊主的补偿协议书。开得好好的小吃街，怎么说关就关了呀？哎呀，太客气了！桂花酿水果捞。哎呀，不提意见啊。你说绿色建材公司，当时咱是一家一家好不容易谈成的合作，蒋东潮一句话，人家就停产，那些材料可全都上了生产线了，你把人扔在半路，你不管人家死活呀？
美食街那些商户们现在都到处摆摊呢，他们去银宇公司的招商办交涉，对方说没有理由，补偿就是理由。那你觉得跟我有关吗？不管跟你有没有关系，玉子，咱们都不要参与了。我们已经尽全力帮助他们了。你怎么尽你的全力？我们甚至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这2件事情都是因我而起，我不可能不管不问。玉子，你出事之后，我反复回想我们昨天的直播说过的所有的话。我知道你在坚持你的理想主义，你在做那些事情的时候，我觉得你身上就像发着光一样吸引着我。我也特别希望我可以通过我自己的努力，一起去捍卫住这片净土。但是你躺在那儿的时候，我害怕，我真的害怕。玉子，能听见我说话吗？我知道你很累，但是你答应我一定要醒过来，好不好？答应我。我害怕我会失去你，我害怕有人再次伤害你。你可以说我自私，你也可以说我心胸狭隘，没关系。我不想你再出任何意外了。谢谢你，陈默。还记得我去见柏木然之前留给你的那封信吗？陈老师，这是雨慈留给你的信。陈默，这次换我来给你写一封信。我们的故事就到此为止，别再继续了。几年前，所有我爱的人都远离。
可是你的计划已经完成了。不，还没有全部完成。我一定要让美食街的灯重新亮起来。我坚信，我能做到这一切。小天才，我们见个面吧。来了。听说你还想重启美食街啊，小天才，够执着的。美食街并不会妨碍你收购博思的股权，除非是有人给了你什么好处，或者是和你达成了什么协议。聪明。我的确是先答应了别人。所以说 ，sorry。你和你父亲的故事我很清楚，很多人都很清楚。但是一直活在自己的故事里面，很有可能会迷失方向，或者是被有心的人利用。这是一个围猎场，我想要进场的话，就必须拿到门票。至于你和我未来是否还能坐在一个桌子上，就要看我和蒋龙朝谁是最后的赢家。这个围猎场，我进定了。还有饶宇慈，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，以后关于美食街不要再跟我聊了，因为我已经决定了，不管你怎么愤怒，你都只是一个好人。是好人就不会有底牌，全是缺点，有了缺点就必定得输。我帮你把美食街全部关掉，就帮你少了一个弱点，这样对你来说是有好处的。所以说，不用谢我。那你到底是和谁达成了协议？无可奉告，你就当我是个坏人吧。我觉得你是好人，成为坏人很简单，但承认自己是好人，好像对你很难。还有，谁说好人没有底牌？来了，这是你的通过，拿着。来，刚说了，哎，你吃饭。好久不见。你能给我打电话，也确实挺意外的。消失了这么久，终于出现了。新发型不错，
野兽受伤了，也需要休养生息。我知道你的故事，我也知道你有自己的计划，但是光靠故事里那点愤怒，恐怕是不行的。我有一个问题，这1年来，你有好几次机会可以打利森，为什么绕道博斯？因为利森不是他蒋东朝的呀。我动了利森的话，没有人帮我，胜算非常的小。但博斯就不一样了，唐僧肉，谁不想吃呢？我等了这么久，终于等到蒋东朝亲自下场。他并购博斯基金，是要承担连带责任的，就像我爸当年一样。当年我爸在哪儿跌倒，我就要让他蒋东朝同样跌倒在哪儿。你说的没有错，想要复仇，光靠愤怒是不行的。要隐忍，要未雨绸缪，要像野兽一样凝视着你的对手，在他自认为那块唾手可得的肥肉马上要递到嘴里边的时候，一把把它夺过来，这样才会更爽，更可口。好了，我的部分讲完了，到你了。你来找我，不光只是为了报复蒋东朝把你赶出利森这么简单吧？蒋东朝将我从利森除名，这个仇我一定会报。我跟蒋东朝工作这么多年了，我很了解他。你我联手，胜算一半。就算蒋东朝手上博斯的份额超过了你，我手上还有百叶的10%。这个10%加上你的，是我们最后翻盘的武器。但前提是，你的份额不能被蒋东朝拉开太大差距。哎呀，咱俩认识这么多年了，我相对来说，我觉得应该是比较了解你。你呢是从来不会去谈没有条件的买。说吧，什么条件？我要你把这儿全部关联。饶小姐，这边请。请坐。董事长马上就到，请您稍等一下。谢谢。饶宇慈，你好。辛少南，你好，辛总。坐吧。喝酒吗？来干一杯。我很好奇，我跟饶小姐没有合作过，今天为什么来找我？有些事我和彭宇总沟通的不是很顺畅，所以非常冒昧，我就来找您了。你是一个豪爽的人，有什么话我就直说了。你跟彭宇合作的林伟巷小吃街改造计划，我是有所耳闻的。
最近他悄无声息地关了美食街，所以今天你不是来找我，是求我。看来辛总对所有的事情都非常清楚。我住院的这3个月，蒋先生准备并购博思，还以所有自己的财产为担保，承担所有的连带责任。蒋先生似乎志在必得，但是他好像忽略了市场上很重要的一些风吹草动，比如英语科技。是，彭宇是要对付蒋东潮。饶宇慈，做背调不是只有你会。你小的时候被称作数学天才，大学毕业之后，成立了初夏。初夏！3年前，因为丽森收购初夏，你被好朋友白亮亮、男友柏木然，还有合作伙伴李明轩，联手送进了新康治疗中心。你出来之后呢，加入了丽森。不久之后，白亮亮离开了丽森。3个月前，柏木然把你捅伤了，然后自杀。所以现在你刚刚出院。我的这些事情都不是什么秘密，相信辛总应该很清楚。彭玉总这次要对付蒋先生，不是简单的商业竞争，而是要替父报仇。但是这些事情跟美食街没有关系，那只是一帮讨生活的普通人罢了。我希望辛总能够说服彭玉总重开美食街。外面都在传我们母子不和，这一点我想你是清楚的。所以呢，他做什么是他的选择，我无权干涉。抱歉，我帮不了你。那如果说是有人通过关闭美食街来利用彭玉总，达到了结私人恩怨的目的呢？你说的这些话，我会转告他。谢谢，希望未来我们不会变成敌人。饶小姐，不管你相不相信，我们始终都不是敌人。我们静静地等着看我们之后的故事吧。哥，走，哥，走，走，哥，你们都愣在这儿干嘛呢？摆造型呢？他来了。你们先撤吧。人生真的是好奇妙啊！好久不见啊，蒋先生。彭宇，好久不见。
到底是东海的儿子啊，